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今天我要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由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刚刚签字通过的台湾保证法，它将如何深远地影响到台海之间的局势以及台美之间的关系。这部法律的出台可能会让台湾拥有对等反制的能力。荒谬可笑，居心何在？无耻！这种能力呢，就会迫使中共的决策层在下令进行武统台湾这个动作之前，不得不去考虑，一旦战争打响之后，自己能否付出这样的代价。好的，下面请听我慢慢道来。原子弹都已经拉过来了，那你说还有什么不能给的，对吧？花钱买卖这个东西就伤感情了，对吧？可以派出高阶的军官甚至是将领到台湾来缠住共产党政府，听到这样的消息就会一跳八丈高，这样重量级别的一些政策。台湾呢也能用他们的巡航导弹对中国大陆的，比如说深圳、福州，甚至呢可以打到上海、杭州。它不是看电视剧，也不是玩电脑游戏，虽然它不一定能要你的命，但是它绝对能让你的生活变得一团糟。嗨，朋友们你好，我是乌鸦三语。在27号，也就是昨天，美国总统川普刚刚签字通过了台湾保证法。这个法律呢是在1979年版的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条款，然后呢在2019年5月7号通过美国的众议院全票通过，于昨天由美国总统川普签字生效。在这一条法律生效之前呢，美国对台湾呢是一直在沿用着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那么现在这个2020年版的台湾保证法，那它对比起以前那个版本来说，它又有哪些升级换代呢？那下面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我们呢可以从3个角度来解读它。首先呢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军事，也是改变最大的一个点。在以前的版本里边呢，只是提供给台湾人民防御性的武器，然后现在升级以后呢，变成美台军售常态化，把台湾纳入双边军事训练演习的这个架构当中，要求呢可以派出高阶的军官甚至是将领到台湾来常驻。上边的这3个点里边的每一个点都是曾经共产党政府绝对的不允许，并且一旦他们听到这样的消息就会一跳八丈高，这样重量级别的一些政策。荒谬可笑，居心何在？无耻！要理解它为什么是重量级别的，那么我们得先来看一下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个关系经历过了哪些变化。在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呢，美国其实上一直在台湾是有驻军的。在1958年823炮战期间，美国呢甚至是在台南空军基地部署了核弹，并且在台南和清泉2个空军基地都部署了可以搭载核弹头的导弹。当时呢，在台湾本土的美军长时间呢是都维持在5000人左右。在这段时期美国和台湾，或者说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呢，是在履行着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法律条文。美军呢是直接参与进对于台湾的安全防御里边去的。在紧张的时候呢，甚至是有40多艘战舰以及第6舰队、第7舰队直接派遣到台湾海峡里边来。这个时期武器装备那就是要什么有什么，原子弹都已经拉过来了，那你说还有什么不能给的，对吧？这个时期它军售都不能叫军售了，因为还要提到说花钱买卖这个东西就伤感情了，对吧？直到1979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时候美军才从台湾撤出。这一份从50年代开始一直沿用到79年的这个中美防御条约呢，在第2年就被终止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份1979年签署的对台湾关系法。这一份新的法条它规定了可以向台湾提供防御性质的武器，就是让台湾呢可以抵抗任何危及到台湾人民安全以及危及到社会经济活动的这些武力行动。那主要针对的那就是中国大陆嘛，对吧？这一份法条呢就是从1979年一直沿用至今的。在昨天川普总统签下这一份新的法条之后呢，对于军售这个事情它又升级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把79年到2020年之前的这段时间可以把它形容成就是随时要看中国大陆的脸色，还得偷偷摸摸藏着掖着的小批少量的这样的军售，那么从2020年之后，它将全面的进入一个常态化的军售，也就是说你想要什么东西带着钱过来看，在不威胁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有多少给多少，那就不用再去考虑中国大陆方面的态度以及他们的脸色。并且呢，这个条约可不止于
于此。根据美国国会的意见呢，这份法条它还支持台湾去发展不对称的战力。什么叫做不对称战呢？就是在交战双方的这个力量悬殊比较大的情况下，弱的一方呢，它是如何去制衡强的一方，甚至呢是有翻盘可能性的一种战术手段。就比如说朝鲜对韩国这样的情况，纵然你韩国的武器再先进，你的科技、你的制造业再发达，甚至呢是在美军航母战斗群以及空军、陆军全面直接参战的情况下，金三胖仍然有一搏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小胖子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无论你们谁想把我从这个皇帝的宝座赶下去，那么我就去打韩国，而且就是要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这些年了，他可一直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哦。据说呢，有5万门大炮在对准首尔，这5万门大炮里边啊，可以直接攻击到首尔市中心的呢，不低于5000门。一旦战争开始以后，无论美国和韩国你有再先进的空军、再先进的导弹，你想在这5000门大炮摧毁首尔市之前就把它一网打尽，并且呢，他们还是和这5万门大炮混在一起，藏身在崇山峻岭的掩体里边，你还要把它挑出来，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不对称作战的一个案例，就是可以先发制人的，可以以弱胜强的，可以耍流氓的这种战力。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这个力量对比啊，跟上边的例子是一模一样。台湾呢，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他们呢把台湾岛打造成为这个世界上导弹部署量最高的一个岛屿。据最新的消息来说呢，台湾目前拥有2万枚以上的导弹，最保守的数据来说，光防空导弹就有6000枚以上。这样的防空力量啊，如果放在2000年之前，那中国大陆是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把自己的战斗机飞到台湾上空的，因为整个台湾岛就像是一个刺猬一样。但是经过这20年来的高速发展以后呢，4代战机也已经服役，加上超高音速弹道导弹、超远程的火箭炮，加上在这个年代才研发出来的很多电子战的设备，用它来和台湾现在装备的30-40年前的这些导弹、这些雷达来抗衡的话，那台湾的整体的防空力量就被削弱了。尽管呢，台湾拥有的数量特别的多，像这些几十年前的防空导弹，如果他们在拦截高速来袭的弹道导弹的时候，也就是用导弹去拦导弹的时候，那它的命中率会低得非常可怜。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还是抱着以前的那种老思路，单纯的防御，那么对于阻止中国大陆的军队进入台湾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困难。所以说啊，非对称作战这样的迫切性呢，就摆到桌面上来了。通过这次台湾保证法这个法案的推出呢，美国对台的军售呢就可以有非常多的选择性，特别呢是进攻性武器的选择。为什么要用进攻性武器呢？那当然是以战止战了。当中国大陆这边解放军开始行动的时候，比如说第一波导弹打过去的时候，那台湾呢也能用他们的巡航导弹对中国大陆的比如说深圳、福州，甚至呢可以打到上海、杭州。当拥有这样对等反制的能力以后呢，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在下决心的时候，他们就得掂量一下了。因为战争呢肯定是由中国大陆一方、中国解放军这一方先发起进攻的，但是你挑起这个战争的时候，你是否能承受战争带来的反噬呢？台湾作为防守方，他没有办法去决定什么时候打，在哪里打的这种问题，但是他一旦拥有了这样的对等反击的手段以后，他就能提前做好反击计划。一旦台北比如说遭到导弹攻击的时候，那台湾就可以选择向深圳、广州、杭州、武汉甚至是上海发起对等的反击。像这样的反击啊，它追求的不是说毁伤的范围有多大，能杀伤你多少人，它最主要的效果呢是能把你这些后方的城市给拉到战争当中来，破坏掉你的经济。你想看一个城市里边，如果说它面临巡航导弹的威胁，对吧？昨天这个电站被炸了，后天那个电站又被炸了，然后有一颗导弹不长眼睛还飞到市区来了，那你说老百姓还能安心的生活吗？这些城市的经济还能正常运转吗？再说整个台湾才2300万人，一个上海它就已经2300万人了。如果说台湾的对等反击，它可以同时威胁我刚刚提过的这些城市，那这些城市的人口加起来早就过亿了。更别说呢，这些城市都是中国最主要的经济、科技、制造以及贸易的中心，一旦他们开始停摆，那整个中国就开始乱套。所以说啊，这就是共产党不可承受的代价。哪怕说这些导弹它实质性造成的伤害那并不大，甚至说是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但是呢，它给这些大后方的城市带来这种经济上边的灾难，
这才是让中国大陆方面完全不能承受的损失。伴随着这些城市经济停摆的呢，还很有可能出现人群的聚集。在这种压抑和恐惧的双重作用下，战争、武统这些小粉红啊、键盘侠随时挂在嘴边的这些东西，当真正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这时候他们才会明白，战争啊，它不是看电视剧，也不是玩电脑游戏。虽然它不一定能要你的命，但是它绝对能让你的生活变得一团糟。这时候啊，这些反战的声音可能就会出现，再加上呢，平时对共产党政府的各种不满的这种声音，也会在这个时候集中的出现。当这些矛盾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共产党政府它的这些维稳机制很可能就要失效了。一旦内部开始乱的时候，那可就不是什么武统台湾的问题了，那很可能是台湾要反攻大陆的问题了。当然了，说的反攻大陆是我开玩笑的，因为我知道的，所有的台湾的朋友，他们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他们可没兴趣统一过来统一过去的，这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上边说的这些呢，就是对台保证法实施以后对于台湾的这个变化。进攻性的武器，以战止战，对等反击，这就是不对称战给弱势一方所带来的好处。有了这样的不对称战作为反制手段的话呢，中国大陆如果还想说以极低的代价就能夺取台湾的话，那这条路就已经被永久的堵死了，因为他贸然的行动只会给自己带来无法承受的代价。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给这一期节目的标题名字叫做武统已绝章，因为这个法案的颁布啊，武统真的已经绝章了，它永远都不可能再成为现实。好的，前边呢已经说了那么多，我呢已经把军事方面跟大家说清楚了。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台湾保证法，它对于经济方面有什么改变？以前的这个台湾关系法里边呢，只是官方的一句话，就是促进台美人民之间的广泛密切的友好关系。但是呢，现在升级以后呢，这是实实在在的升级。签署美台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议这种东西啊，它就是等于免关税了。我造出来什么东西，我直接就卖过去，你也直接卖过来，双方免关税。还有呢，重启美台贸易框架协议，这些呢都是非常大的进步。对于台美互相免签这样的前提下来说啊，在开放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台湾的朋友来美国做生意的话，那就跟自己在台湾做生意是一样的啦，买张飞机票过来谈好生意是吧？一个电话这边发货过去，然后就等着数钱就好了，这个真是不得了哎。好，那下边再看第三个方面，那是关于国际关系方面的升级。79年在用的这个台湾关系法呢，因为受制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候发表的中美3个联合公报，它呢仅仅是保留了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非官方交流，就比如说曾经的这个外交机构呢是保留下来了，只把它当作非官方的联络部门，也就是办事处。虽然说这个办事处的规模和它的这个硬件等级都和大使馆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在这一次对台湾保证法里边呢，就明确的提到了美国政策应该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以及其他适当的国际机构，并且支持台湾以会员身份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非以国家必要为参与条件的国际组织。好，前面呢就是我今天带领朋友们一起解读的这个由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刚刚签署的台湾保证法，它与台湾关系法它有哪些升级、哪些变化，以及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些什么深远的影响。好的，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朋友们，下期再见 ，Peace。